为了加大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打压，近日，美国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并将对中国内地实施的限制政策进一步扩展至澳门。不过，美国拉拢盟国打压中国芯片产业的图谋似乎并没有取得进一步进展。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主要供应国荷兰就不打算追随美国去干既损人又不利己的买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根据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公布的临时最终规则，去年10月宣布的管控措施也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并在1月17号起正式生效。该公告宣称，被限制出口的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有可能从澳门转运至中国内地其他地方，因此新措施将澳门也列入限制出口的范围内。该措施实施之后，美国企业需要获得许可证才能对澳门进行出口。去年10月7号，在没有任何事先预警的情况下，美国商务部针对向中国出口的芯片相关产品实施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限制。除了禁止出口先进芯片技术和设备外，还禁止美国人未经许可在中国企业支持先进芯片的研发或生产。为全面打压中国芯片产业，美国还在向荷兰施压，要求其在芯片制造设备上采取和美国一样的出口管制措施。据彭博社报道，本周荷兰首相吕特访美时，与美国总统拜登讨论了广泛的安全计划，涉及芯片议题。据悉，双方重点讨论了荷兰半导体设备制造商阿斯麦与中国的贸易问题。报道称，在美国的压力下，2019年，荷兰政府已经不允许阿斯麦向中国出售用于制造先进芯片的最新设备及紫外光光刻机。美国现在想更进一步，禁止向中国销售已经大规模使用多年的老旧机器，比如深紫外光光刻机。And together we're working on how to keep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nd quite frankly, meet the challenges of China. Simply put, our countries have been so far in just lockstep in what we've done and our vision for the future. 制造芯片的设备光刻机目前仅有荷兰阿斯麦、日本东京电子等少数企业可以批量生产，而最先进的光刻机则近乎被阿斯麦垄断。总部位于荷兰维尔德霍芬镇，本身从不生产一块芯片的阿斯麦，却被称作全球芯片产业的珠穆朗玛峰。正如业内人士所言，如果不能堵住阿斯麦向中国出口光刻机，哪怕对华芯片出口全断，美国也注定徒劳一场。正因如此，美国才不遗余力向荷兰施压，促使其切断阿斯麦对华光刻机出口。但对于美国政府和官员的游说，荷兰阿斯麦公司去年7月披露财报时警告称，如果美国迫使该公司停止向中国销售主流光刻设备，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将面临中断。路透社指出，去年10月底，阿斯麦估计，因为美国的出口管制，阿斯麦在中国的销售下降40%。阿斯麦首席执行官温宁克就表示，美国动辄以中国芯片发展会提高其军事能力为由，但实际上各国军用芯片通常使用10到15年前的成熟技术，这些技术并不在禁运范畴，因此美方的对华封锁禁运实际上是针对贸易竞争和技术进步的。温宁克称，阿斯麦已牺牲太多，继续要求该公司配合美方是不公平的。这个艾斯摩尔为代表的荷兰厂商呢，实际也把中国呢视为非常重要的市场。如果他们一味跟着美国跑的话呢，应当说呢，艾斯摩尔呢已经可以预见到呢，在未来的这个光刻机的产业的发展方面呢，他们会受到来自于中国的非常激烈的竞争。而且呢，由于拜登政府的一味的盲目的乱打呢，实际上使全世界的全球的芯片产业的整个一个生产链呢是全部被打断了。那么荷兰呢，在这方面呢也是会承受一个非常重大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就是说呢，拜登政府大概也已经预见到呢，要说服荷兰厂商呢是不容易的。所以呢，他们直接向荷兰政府的领导人呢施加压力，看他到底能不能得逞呢？我们还要拭目以待。不过，荷兰首相吕特在与拜登会面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及，普通技术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不应被技术出口限制所打乱。不过，他没有提及更多会谈细节。荷兰媒体称，阿斯麦对荷兰和欧洲都很重要，关于他的决定不会轻易做出。
白宫则发表声明称，拜登和吕特讨论了安全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性。白宫新闻发言人让·皮埃尔同样没有说明会谈的详细情况，他只表示，我们不会强迫任何盟友或合作伙伴，我们会与每一个人密切协商，然后让他们自己做出决定。美媒认为，这一表态似乎意味着拜登政府推动对华出口限制的图谋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吕特此次出访没有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有美国官员也表示，荷兰不太可能因拜登政府的施压而改变出口政策。事实上，去年11月，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就表示，荷兰不会一五一十地效仿美国，美国也不应该指望荷兰照搬其在半导体上限制中国的做法。本月15号，施赖纳马赫尔在该国一档政论节目上又声称，荷兰不会草率同意美国提出的对华出口芯片制造技术新限制，不会因为美国向我们施压了2年，我们就必须签字同意。施赖纳马赫尔在讲话中强调，与中国脱钩是一种幻想，我们需要减少依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会变成零。有分析指，荷兰数次发声，反映了欧洲在面临经济现实和中欧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寻求更多以理性务实的态度看待中欧经贸关系的诉求，并意识到荷兰和欧洲只有独立自主地开展经贸合作，才符合自身利益。美国在科技领域围堵脱钩中国的做法，人为的破坏经济和科技全球化趋势，给产业带来割裂和冲击，也绑架了其他国家。